少爷，找到夫人了。阿离，阿离，阿离。敢问西风何处天涯？宿命作罢，似故人重逢月下。我带你回家，以后不会再让你一个人。我恍惚听到谢恒绝望呼唤我的声音，我想替他擦掉脸上的泪水，却连指尖都抬不起。他裹着我的外袍，还带着体温，可当他的眼泪砸在我的眼皮上时，我才惊觉，谢恒也会哭得像个弄丢糖人的孩子。我叫陆离，在给祖母祈福回府的途中，遇上了山匪。众人在山坟包饺蚊香中陷入昏迷。谢恒发了疯似的寻找我整整1夜。等他终于找到我的时候，我面色苍白如霜，毫无生气，周围的人都不敢靠近，只剩下他抱着满身血迹的我，歇斯底里。天涯。谢恒，阿离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怎么哭的像是我永远都回不来了一样？不许胡说！谢恒哭得情真意切，这一刻他的爱意如此真实，像是捧在掌心的琉璃，剔透易碎。我忽然明白，原来最动人的誓言不是天长地久的承诺，而是此刻他为我落下的每一滴泪。夫人身体并无大碍，是害喜常见的症状。小姐，你要当娘亲了。我现在就叫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姑爷。不用叫人了，我亲自去告诉他。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你要当爹爹啦！你不高兴吗？没有，只是最近商铺的事太多，忙得有些头痛。你先回去好好休息。别撤下问西风何处天涯。宿命作罢，似故人重逢。谢夫人，少爷在书房应试，说不必等他了。过世间多少繁华，云烟漫漫，梦里落花。我为了百合粥，放门口吧。若爱在上又在上不，大梦惊醒风之舞，此心多庸俗。孤身与世月争舞，豪情不负，飞雪却寻知。少爷去了商铺，少爷在书房。少爷说他明日有事，恐是不能陪您去了。如果我早些去接你，你就不会遇上山匪，也不会有这个孩子。不敢寻找，不敢向往，却又贪恋你。孩子，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，我和爹爹都很期待你的到来。
总的睡在风口。我还以为你不要我和孩子了。说什么傻话？外面风凉，我送你回房。你今晚又要睡在书房吗？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阿离，你再给我些时间。落地赞美故人未归，上榴花桥，春风送喜到。谢恒，你不要我和孩子了吗？不，阿离，我没有不要你和孩子，我只是还需要些时间。你快过来，那里危险。谢恒啊，那孩子不是你的，是他和别人的野种。你要留下那孩子，让他时刻提醒你，你的头上冒着绿光啊！她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她？你忘了，你说过会一辈子对她好吗？就因为她是我的妻子，我怎么能忍受她为别的男人生孩子？谢恒，谢恒，谢恒。寒夜在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成瓦，不敢生长。谢恒，都说女子生产会很疼，你要是怕疼，那我们就不生。那怎么行？是你的话，我也可以忍忍的。娘亲和爹爹会很喜欢你。夫人，该喝安胎药了。皇上不是陈大夫。阿离，这位是榴莲，她医术精湛，日后由她照料你的身子。夫人放心，我会尽心照顾好您和小公子。那日后就麻烦你了。夫人绣得真好，小少爷穿上更是浴血可爱。也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在绣什么？给孩子的小衣，你瞧瞧。绣活精细，只是新生儿肌肤娇嫩，用苏绸更妥帖。正好商铺新进了一批上好的苏绸，给孩子做几身，顺道也给你做几身。今日路过玲珑阁，给你打了支蕾丝金凤簪。你白日里本来就忙，何必熬夜盯工匠？几炷香的功夫，不耽误。夫人，该喝安胎药了。这画眉手法是谢公子的笔记。年少游戏之作，谢恒求亲那年，每月都会做一个小象送来。真有意思，你们二人的感情真让人羡慕。榴莲姑娘不必羡慕我，日后啊，你也能遇见你的意中人。听少爷说打探的那伙山匪的消息有着落了，要我说查出来又如何？脏了的身子还能别说了，如今夫人已有身孕，少爷也禁止府内的人再提此事。那个孩子是……谢恒一直都知道陆离的孩子不是他的，为何待他还是那样好？夫人这几日睡得可好？总是梦多，容易惊醒。少爷也是担心，昨日特地来问我，说您睡梦中总喊别过来。我喊了什么？我不敢妄言，只是少爷脸色不太好，问是不是山匪那类的事让您命怨了？那日我被山匪迷晕之后，重庆经历了什么事，接触过哪些人，我不知道。醒来便已经躺在了谢府的床上。谢恒说
我被及时救下。谢恒，那些歹人也已经伏法，但他从不让我提起那些犯人。少爷，夫人的安神药需加入朱砂镇惊安神。朱砂？那不是？是，但夫人怒夜太重，总梦见那夜的事。今早诊脉时，她手腕上还有挣扎的约痕。他自己抓的？我不敢揣测，只是若真如是，夫人为何总在梦中抗拒？尘世如烟，提笔至心深也浅，此生不见，徒儿成年。哼，听说了吗？谢少夫人那孩子怕是来历不明呀。可不是，山匪劫人那夜，谁知道发生了什么？公子别听这些形容素语。恢复。今日胃口可好？大夫说啊，这孩子长得快，需得多吃些。你瞧，这虎筋用金线可好？你决定就好，我先去书房了。若爱再生又再生不，大梦惊醒风之舞，此系多庸俗。夫人脉象稳健，小公子定是个有福气的。借你吉言。夫人，谢公子待您真好，昨夜还特地问我有身子的人爱吃些什么，准备亲自去城南给你买呢。是吗？是啊，他还说你留心有韵，口味多变，他得仔细这些。可谢恒昨日明明说是去查账，这也违规。商铺的生意越来越忙，少爷今日忙的连人影都没见着。什么商铺生意忙啊？那是咱少爷故意躲着夫人的借口。为什么躲着夫人？他们的关系我们可是有目共睹的。还不是几月前少夫人去静宁寺祈福，途中遇到了山匪，少爷找了夫人整整一夜。等到少爷找到夫人的时候，听说夫人衣衫不整地昏倒在山林里，不久后夫人便被诊出有了身孕了。你的意思是夫人肚子里的孩子？让府里的人管好嘴，切莫在夫人面前说漏了嘴。什么事都能在我面前说漏了嘴？下去办吧。2月后就是你生辰，我让管家提前准备。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原来都是骗我的。谢恒，你听我说，孩子是你的。你在说些什么傻话？孩子当然是我们的。你相信我，孩子真的是你的。这相思难为，捉笔不敢醉，何愧？你不是说你昏过去了，不记得了？这孩子是你的。那晚我虽然昏迷，但别说了。人心是轮回，是不是我的，我都会视如己出。过去了就不要提了，只要你平安，这就够了。他不信我。公子怎么这般不当心？伤口再深些，可要留疤了。小伤而已。阿离近日总说胸闷，你看……夫人这是郁结于心。其实府里下人都在传什么？说明替别人养孩子。榴莲就像是一把精致的匕首，每次出现都在谢恒心头的伤口上搅动，而我腹中的孩子成了他最好的刀鞘。昨日我梦见孩子在桃树下习字，你觉得怀瑾二字如何？取怀瑾握鱼之意。许明这等大事，还是待孩子满月后再定夺。也是。一月楼新会了几款记名锁，我想着哪天你有空陪我一起去帮孩子选选。布庄近日繁忙，这些事你拿主意便是。喝点热茶，别累着了。怎么了？可是不舒服？孩子动了，你摸摸看。
我突然想起账目还没看完，你好生休息。谢恒开始用各种理由避开与孩子有关的一切，乳娘的人选，婴儿房的布置，甚至我提起的胎动，他像是在躲避一场瘟疫。夫人近日睡得怎么样？睡得还算安稳，就是孩子近日闹腾了些。今早谢少爷还问我，怀孕4月能否从脉象断出？断出什么？断出胎儿是否稳健。他总这样，话说半句留半句，让我在夜里反复咀嚼，就像他总戴着与谢恒腰间同色系的玉佩，在我面前不经意地垂落。那些闲话少爷何必在意，我倒觉得无论孩子是谁的，能当你的孩子都是福气。其实我有法子验证，在孕期5月后便可。夫人来得正好，我在说孕期满5月该换安胎方子了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有些怀疑不会消失，只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直至将我们全部埋葬。你先出去。挥别车下问西风何处天涯，复名作罢似故人重逢月下。今日是你让榴莲跟着去商铺的，他懂医术，他也懂，在你酒里落唇脂吗？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以后不让他去就是了。让他离开谢府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榴莲医术精湛，留在府中对你有益。要么他走，要么我走。你到底在闹什么？就为了这些捕风捉影的猜疑？猜疑？那他每日在你衣袖上留下的胭脂色，也是我臆想出来的吗？你怀着身子，心思过于敏感了，这几日就好好待在梨院反思反思。他说我太敏感，可敏感的人最可悲的不是察觉不到伤害，而是明明看得分明，却要强作不知。这偌大的谢府终究成了华丽的牢笼，那把曾被他亲手递来的钥匙，早在猜忌生长时就成了钝刀，时日凌迟着我们曾以为坚不可摧的情谊。谢大少爷真是菩萨心肠，连山匪的种都当宝贝养。谢恒，听说那晚找到谢夫人时，衣带都……急什么？横竖不是你的种！我往死里打！谢大少爷真是菩萨心肠，连山匪的种都当宝贝养。听说那晚找到谢夫人时，衣带都……怎么喝这么多？我的儿子，你确定是我的？你就这么相信别人说的话？我每天都在想，看着你的肚子就想，那些人的话就像毒蛇。那你要怎样？现在就剖开我的肚子。阿离，趁他未出事，别有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趁他未出事，别有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我们还会有别的孩子，干干净净的。谢恒，你是不是从未信过这孩子是你的？阿离，过去的事不必再提。可你明明知道，那夜我虽然昏迷，我说了，不必再提。谢恒，你到底还让我说多少次这个孩子是你的？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信我？
陆离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替我想想？我只是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孩子，你肚子里的野种我都试着去接受，为什么你？原来在你心里，他早就是野种了。街头挣扎，故事委婉，转身与你。我都说了，会把他当做亲子对待。你到底还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满意？日无蓦然，往事缱绻。明明做错事的是你，为什么你却反过来指责我？谢恒，暗夜的灵魂疯狂生长，思念铺成网，不敢生长，不敢向往，却又贪恋你目你来做什么？视线遗落许多过往。我听下人说你和陆姐姐吵架了，问了那个孩子的事。做错事的是陆姐姐，你为何要惩罚自己？是啊，明明做错事的是他。他怀着别人的骨肉，您不仅没有责怪他，为了顾全他的名节，甘愿受这屈辱。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你？好身是虚无我海浪，别让我闯，只在等你拨开人海来到我身旁。小姐，老夫人传人让您和姑爷过去。我自己去，老夫人免不了要询问一番。谢恒可是去了商铺？夫人，少爷今日还未晨起。去书房。谢恒，若是有一天我皮肤蜡黄，满脸皱纹，你那几房美妾可好？夫人不必试探我此生唯你一人，绝不纳妾。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的也不要。阿离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我谢恒在此发誓，此生此世绝不负你。若有违背，天大恶。我信你。走吧。阿离，阿离。谢恒，阿离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怎么哭的像是我永远都回不来了一样？不许胡说！谢恒哭得情真意切，这一刻，他的爱意如此真实，像是捧在掌心的琉璃，剔透易碎。我忽然明白，原来最动人的誓言，不是天长地久的承诺，而是此刻他为我落下的每一滴泪。可琉璃终究是玻璃，再美也经不起岁月的搓磨。可那时的我竟天真的以为，这样的温度能够持续一辈子。今夜婚礼，心坠地，是你落寞。谢恒，谢恒，都说女子生产会狠的。你要是怕疼，那我们就不。那怎么行？是你的话，我也可以忍忍的。看不清世事落梦别离，
阿离，阿离，你听我解释。事到如今，还有解释的必要？我昨晚喝了些酒，意识不清，我以为那是你，我就以为是我。谢少爷莫非忘了，你夫人怀着5个月的身孕，如何能陪你做这等风月之事？阿离，你别这样。谢恒，别这么卑鄙好吗？你自己做了错事，还要把罪责推到我的身上。阿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？我现在就去把他赶出府。直到这一刻，我仿佛才真的看清这个男人。他口口声声说爱我的时候，眼底的情意是真的；他因为几句闲言碎语就怀疑我的时候，那份猜忌也是真的。而现在，他急着要处置那个女人的狠绝，同样是真的。多么可笑！就像这府里的梨花，明明开得一样的洁白，可赏花的人早就不是当初的模样了。